大家好，我是房天，欢迎来到房天与小白的区块链 Podcast。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是我们的星期四哈。今天星期四，也就是时间的话呢，是在10月16号。对，然后小白这边呢，也是从香港学习回来，刚好我们就开始准备去录制这一期，因为要把这个礼拜的节目做完嘛，对不对？对，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嘛。像以太坊的价格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我们先看一下周线图。其实本周的话呢，它的涨幅已经超过了6%了。就这个礼拜，今天周几啊？今天是周三了嘛？周三的话，其实它已经涨了6%，其实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的，至少比比特币是要更大的。而且它现在价格已经来到了2622了，知道吧？然后我记得我们当初一开始跟大家讲的话呢，是在2300左右，就是2300多，大概也就涨了300多块钱，300多美元。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日线图来看，那么日线图的话，这个以太坊适不适合买呢？因为我觉得昨天它最高是去到了2687，其实这可能会对整个以太坊会有一定的一个压制的作用。因为你发现它昨天，比特币在上涨，但是以太坊的价格却出现了一个小幅的调整，甚至下跌的幅度大概在0.8%左右。然后它虽然说走出了一个这个礼拜的高点，但是它昨天收的话却收的是阴跌，就是收了一个阴跌，知道吧？那么今天的话，它是否会延续一个上涨？我觉得它的动能可能会有点不太足，因为它其实上涨的话，那么昨天的高点可能也会对它形成压制。昨天的高点就是在2687，然后现在价格是在2620，对不对？就所以我的意思说，那这个以太坊，那我们就知道它的利润空间大概可能就只有60个点，60个点，这个价位值不值得我们去冒险？我个人认为可以先放过它，先不要去做它。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做这个投资的这个投资数货币的这个比例来讲的话，以太坊我们先观望。对对对，我们暂时先观望一下它，因为它这个利润空间比并不是特别高，而且来讲的话，在比特币那么强势上涨的情况下，然后以太坊还出现了一个阴跌的行情，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也说明了它的上涨动能其实并不是特别足的。如果真的要选择的话，情愿去选择其他更加活跃的一个货币，哪怕实在不行的话，我就直接炒比特币算了，就可能还会更好一点。对，然后我们在早上这个就是开播前啊，我看了一下这个 K 线图，我们这个佩佩币是不是也是在一个往上涨的一个趋势？佩佩币的话，其实昨天是下跌的，昨天是下跌啊，对对对，但是它今天它就开始。但是这个礼拜整体还是上涨的，知道吧？我们看一下它的周线图，佩佩币周线图的话呢是上涨了7%，但是它昨天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行情，昨天的话是跌了4%，而从今天的话又开始小幅度的上涨。对对对，但是它在14号的时候涨幅比较大，当然一天就涨了12%。所以我们对于整个佩佩币的话，其实昨天的高点其实跟以太坊也是一样的，都会对今天的上涨形成一定的压制，知道吧？所以对于佩佩币和以太坊的态度，其实我保持一个差不多相同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暂时先观望一下它，因为这里面的机会它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大，知道吧？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几个货币品种，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目前来说，比特币它作为一个主流的货币，它还是比较有强力的。至少这几天的表现来讲，要比其他货币乐观就对对啊，非常的乐观，就乐观很多。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狗狗币嘛，比如像狗狗币，狗狗币的话，但是我认为，如果你要炒，首先我们看一下狗狗币的日线图，日线图上来看的话，今天白天它是小幅度下跌，跌了差不多1%，但是它在昨天的话却上涨了差不多0.7%。你想一下，以太坊、佩佩币这些山寨货币都在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下跌，但是狗狗币和以太坊一样，却出现了一个上涨。
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可能狗狗币它的人气活跃，包括市场交易的频率，可能要比佩佩币和以太坊可能会更加的，就市场情绪上来看要更加强烈一点。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如果你真的要选择货币来做的话，那还不如做狗狗币和那个比特币两个货币，然后以太坊和佩佩币我们暂时先放一放。那像搞搞币跟比特币的话，你会放多少比例在搞搞币上面呢？我认为如果在比特币里面放10%、20%，那狗狗币我们就直接放那个30%。那么从我看了一下，就你说它昨天是上涨，是不是今天早上开始它又有点下跌的一个情况？下跌，因为今天才刚开始，时间不长嘛。就才到中午的时间，对对它可能最大概可能在下午的时间。对，这一点就是它的动能完全是有可能突破昨天的一个高点嘛。但是你让以太坊或者佩佩币，你让它去突破昨天的高点，对它来讲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也就是说，从搞搞币的情况来讲，我现在可能这个价位买进去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下跌了一点点，可能它在下午的时候会有一个回涨的一个情况。就不一定下午，可能晚上嘛，明白。都是有可能，只是说从概率学当中来讲，只是说狗狗币要比以太坊和佩佩币它的机会更多，而且目前这个价位，对，而且上涨空间，阻力小。对，阻力要小一些。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介入这个市场的话，那我还不如做狗狗币和比特币作为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分配管理。对，会好一点这样的。然后之所以那狗狗币，如果你真的要买进去，那就我们大概在什么价位买进去会比较合适一点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找一些合适的价位。我个人认为一个合适的价位的话呢，你可以在0.11451这个价位，然后买进去。然后的话，因为现在价格是0.116540，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呢，我们可以先等一等，可能等到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等它这波调整完，它就是因为白天的话，它可能会有一点小幅下跌，等它跌完之后，你大概在0.11451附近左右，你差不多就可以买进去了。然后之所以未来的价格能看到哪里呢？我们就暂时先看到0.11924，看它能不能破这个价位。如果它能够破了0.11924这个价位，那么可能的话，这个狗狗币可能就会迎来一波新的更大的一个上涨，都是有可能的。OK， 那房天还有没有其他的币种值得跟大家聊一下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手软拿这个货币。因为它昨天其实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下跌，再加上今天白天的话，它也出现了一些跌啊，特别是到白天的时候，那么这个货币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觉得它机会也还好，也是比较适合去介入的。就如果你要买的话，我们可以但是我们可以先等一等。我们可以等到它149.82的时候再买进去。现在价格的话呢是在153.15，为什么要选择在149.82这个位置呢？因为这个价位的话呢，刚好就是日线图的10日均线的一个位置，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把它买进去就好了，知道吧？这个是Solana的一个大概一个操作。但是Solana的话，我们个人建议不太放太多钱进去。因为你放个10%左右就好了，就不要说，或满仓杠啊，或者说成仓杠进去，这不符合我们的一个操作风格。毕竟来讲，数字货币它每天的波动幅度其实是比较大的，随着哪天一发神经，可能就飞起来，也可能跌下去，都是很有可能的。而且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它多少都还是存在风险的，我们还是得去就是严谨的去考虑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在价格上，我们都很难去，就怎么说呢？就是在整个货币市场呢，它价格大涨大跌，有时候是我们没办法去把握和预判的。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管理好自己的仓位和自己的账户，这个是我们实打实能够去掌控的。之所以说这个数字货币价格未来能够涨到多高的一个价格，或者跌到一个价格，你会发现每一个货币它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特性。你只有对它足够的了解，甚至说还需要有一定的所谓的感觉在这里面，知道吧？就所以
我们没办法绝对的去把握一个货币什么样，但是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所以来讲就是说，我们一味的去看待这个价格，它其实是个变量，但是我们不需要，但是我们真正要做到一个东西是一个固量，就固定的一个价格，就是固定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是我们能够固定掌握的？就是你的持仓比例、你的风险管控能力、你的盈亏比，这是你的账户管理，这个是你能够自己就是占有主导权的，知道吧？那这个价格涨跌的话，不是由你来主导，所以来讲的话，我们不要一味的去专注在这个变量上，而更多的要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回顾到我们自身的自己能够掌控的东西上。包括自己的一些投资风格跟一些自己的一些个性，到底是不是我们适合从这方面金融市场去做这个投资跟理财，对，都需要自己的一个这个去判断或者主观的一些东西去意识到问题。对，就是我们不要去追踪，就是太多的去追踪一个变化的东西，我们更多的去把握一些我们自己能够既能决定我们生死的，同时又相对来讲我们自己能够掌控命运、能够自己掌控的东西，在这里面去多打磨一下，知道吧？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无论去做任何的品种，无论是狗狗币也好，主流币也好，山寨币也好。非主流币也好，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都是怎么来说呢？就是机会会更多一点，这样的。而且从整个这个金融的这个情况来看，金融的行情来看，就是其实大家应该更多的保持这种客观的规律啊，去看待这些事情。对，在往后当中，我们也会怎么去做实践交易，包括这个盈亏比怎么设置。包括这个未来当中，我也会教给大家怎么这个均线图怎么去看，波浪理论啊，还有教授大家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指导，就怎么去做。这就需要大家随时多去关注我们那个帕克斯频道。在往后的内容当中，我不断的话，小白同学他也会不断的成长，因为他真的是个小白，就是我跟他一起搭档的话，也是。一定的机缘，因为他之前对数字货币一点都不了解，对金融也不了解，也没有去炒过其他这些东西。所以之所以选择跟他一起搭档这个节目的话呢，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真实的状态，怎么样能够从零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然后去理解和接纳这个市场。对。而且从我的角度，我知道其实有很多女性可能对这一块都处于一个空白的状态。那么其实我们经常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有一个想法，就我怎么样让我的资金配置更加的合理化啊，不能说一定的安全，但是要合理化。然后怎么样，其实就是我们用传统的那个土话来讲，就怎么样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这是我思考的问题。那我们做资金分配的话，那是不是也可以去关注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数字货币的市场？那所以就大家跟着我一起成长，然后有需要关注到这一块的，如果你是一个小白或者新手，也不用担心，我们其实一直在讲一些比较通俗易懂的这些方式给到大家。对，同时我也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像小白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招财体质来的，所以来讲，大家多收听我们的节目，无形当中也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财富增长，对，带来一些能量上的一些能量上的加持吧，就属于这种运势上的加持吧。对，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有更多的想法跟建议，也欢迎能够给我们的留言。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电报群，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电报群里面，随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如果你在交易当中有一些疑惑啊，或者说对自己在交易当中有一些持仓的情况，希望我们能够给一点的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会尽我所能的给予大家一定的解答吧。对。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就差不多就这样，好不好？好的，因为快到午饭时间了。另外再说一句，就是我们的电报群呢，其实拉了一个粉丝群，因为最近也有一些粉丝进到我们的群里面嘛，然后也希望就想了解这一块的一些就是宝宝们也可以加入进来。对，所以到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因为行情都在不断的变化，有时候我们在这个 YouTube 上，我们也没办法说去随时去关注，就是回复大家。如果大家要在第一时间能够联系到我们，
希望能够给出解答的话，更多还是在电报群里面，然后的话大家进行互动，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点。对，那我们的电报群的一个链接是不是每次都在我们的视频就是在视频里面会有下方里面都会有的，到时候大家可以在视频的对说明简介栏里面都可以找到的。对，所以大家在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在看我们这个播客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简介，或者是看完视频拉到下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链接啊。对对对对，然后那我们暂时就先这样，拜拜，好，拜拜，下期见。下期见。